为了寻找黄金权杖和渔夫王朝的秘密，我来到四川成都温江。温江处成都平原腹地，名山之上的雪水经都江堰流入成都平原，第一站便是温江。冰冷的雪水经过平原，在这里开始变得温润，故得名温江。城中有无数杨柳树，相传为渔夫王划定疆界而种，因此温江还有柳城之称。清代乾隆版温江县志中有地图明确标注了渔夫城的位置，还有文字记载，在至北12里，相传为渔夫王都。就是这里，这里杨柳依依，绿草如茵，土肥地沃，旷野千里。还记得《华阳国志》中描写的成都平原吗？山林则鱼，苑柚瓜果，四节带树，弥不有焉。难怪渔夫王会带领族人停留在此修建都城。整个遗址呈6边形分布，总周长2110米，占地面积将近40万平方米。该遗址距今4300到5000年左右，早于三星堆数百年。渔夫王既建都温江，为何又转移至三星堆？还记得《山海经》中有说过，风到北来，天乃大水泉，蛇乃化为鱼，是为渔父，颛顼死，即复苏。这里的渔父，很多学者认为是通渔府。风到北来，天乃大水泉，不就是说北风呼啸，天降大水吗？《蜀王本纪》中确实也记载过，时玉山出水，若摇之洪水，直到鳖灵开凿玉垒山才得以解决。如果颛顼死是一个时间概念，那就是说渔夫带领族人从名山下来定都温江，在颛顼死后那几年遇到了水患，开始迁往三星堆，完成了复苏。县志中还说，县北25里有大木山，为渔夫王陵。渔夫王既迁都三星堆，为何又葬回温江？大木山，我来了。